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美国承诺就是你来我这边投资，我也到你这边投资的国家啊，这是唯一的一个，大家别忘记哦。就这个关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是它的战略核心了，这个地位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用现在最尖端的科技，也就是高阶晶片，跟美国达成了或组成了战略同盟。上次川普选输是好事情，他继续连任反而不好。为什么这么就好呢？第一呢，他生气4年，天天在家想说谁谁谁对我不起，保洁骂我2次，然后谁谁谁骂我1次，每一次我都记下来，每天都记。然后这名单里面都有中国。将来我一定要来报仇，对不对？第二就是上次我中共是怎么打我的，我下次怎么对付他，我有一个写出来。对，好好反省。他想了4年。美国的情报部就弄了一个讯息，叫2027年，本来是说那是一个戴维斯窗口，2027年会犯台。他说没有了，现在不用担心了，中国2027年不会犯台，就代表我已经把你中国搞得一锅粥，弄得乱七八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犯台了。川普跟美国的右派都认为说，他当总统接手的美国是一个衰败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在衰退，这个国家债台高筑，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落后中国，特别在5G，在这个所谓的能源上面，跟中国无法比拼。如果美国再不认真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再不认真的去对付中国，他会失去霸权。他如果失去霸权，他就会失去一切。所以我们来看到了川普的2025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的唐罗主义，他肃清他的拉丁美洲，特别是他把第一岛链特别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把台湾的地位给拉高，他把中国当成他最重要的敌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下开始进行。而中国经过30-40年的韬光养晦，他也觉得他有多大的野心，他有多大的实力，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都认为，你现在看到全世界的纷争，你看到所有的主旋律都跟美中争霸有关。而谈到美中争霸，我们今天邀请了台大教授明居正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教授你好。主持人宝杰哥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教授，我们刚才谈就是说，现在主旋律大家都认为所有东西都跟美中的这个所谓的竞争有关系，而2025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很清楚的，就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所以呢，像委内瑞拉、像伊朗都跟这个大战略有关系吗？那如果跟这个大战略有关系，有一个我不懂的是说，川普在就任之前他讲，我不要介入别人的事务，我叫这个四扫门严选，我不要去介入战争。那为什么他又会去参与包括像委内瑞拉、包括像伊朗这样的实际的战争行动呢？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呢，或者对一个决策者来说呢，有些事情呢不是你主观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候你会被客观情境或客观的这个发展呢逼你进入到一定这个困局当中。对，我觉得他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他在竞选的时候当然希望说，我们美国不要管别人事情，我们好好过自己日就好了。但是，一进到白宫，发现听完简报说，我没办法过自己小日子，是这样子啊，不是，完全是不是那么回事。你看，都不是说了吗？他明明觉得我在5G在什么地方都输人家，人家赶上来了，人家赶上来就算了。如果是一个友好国家赶上来，你最好生气，最多生气一下。但如果是一个敌对国家赶上的话，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事与愿违，这不能够把选举的这话呢太认真，因为他是感到危机感才做这个。那很清楚，因为他其实上一届已经感到危机感了，他不是现在。所以你问的问题说美中争霸，美中争霸，我们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里面呢，我们经常谈说，那大国争霸的本质是什么？对。就大国为什么争霸？就是他想打败另外一个国家吗？其实这个要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把另外一个观念引进来，叫国际秩序。大家都觉得这个观念很抽象，对，一点都不错。但是如果没有国际秩序的话，那天下大乱。简单说，比如战国时代100多年，每一年不是甲国打乙国，就乙国打丙国，那丙国打甲国，那甲国跟乙国联手打丙国，打到一半丙国跟乙国又联手起来会打甲国，没有国际秩序，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或者没有一年是安宁的，那个叫没有国际秩序。一旦有国际秩序之后呢，大家日子就过得比较好，就这么简单。所以要天下一统，不一定要一统，至少就是说大家对于现状还能接受。不会去破坏它，不会去打别人。那问题是问题是这个国际秩序怎么形成？一般来说，大概2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多个国家或者2、3个国家实力相当，你也奈何不了我，我也奈何不了你。我们在这个情况下，他说好，我们维持现状，那么大国秩序国际秩序因而被大国所维持，那这样就行了。就像在之前二战后的欧洲，对，或者说1战前的欧洲，也是一样，1战前的欧洲、二战后欧洲都差不多。1战前的欧洲呢是英法俄德奥伊，那么在拿破仑战争前后是英法俄普奥，也就多个国家呢，大家你也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然后我们就维持一个紧张的平衡，那么就形成一套秩序，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就是有一个国家非常强大，强大到就是他推行他秩序之后，大家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他玩这套游戏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过得下去，第二呢好像他也不会太侵略别人，那么这个赚钱的能赚钱，生活能生活，然后日子能过，那也就过去了。所以只有2种秩序。那问题是大国争霸呢，就是有新来的国家或逐渐强大的国家对于现存秩序不满意，那就是进入修昔底德陷阱，进入修昔底德斯陷阱。所以当一个兴起的大国去挑战现存大国之后，就出现你刚讲的现象。当然最坏就是战国，就是打得乱七八糟，多国在那打。所以国际秩序2种形成方式。那现在就是我刚刚讲了，如果进入修斯底德斯陷阱，或进入另外一种情境，就是有人来挑战。为什么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呢？因为新兴的国家或者是逐渐强大国家认为现存的秩序对我不利，对我不利，克制我的发展啦，影响我国家啦，什么等等各方面，或者说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像斯巴达跟雅典，我根本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想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那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原来的这个强国或这一批国家希望维持着秩序，然后有人想挑战它，这样就出现了大国争霸。那现在就是大国争霸。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看近代史的话，挑战国际秩序呢，稍微远一点有拿破仑。拿破仑挑战那个时候的叫做旧秩序，当然他失败了。然后差不多欧洲号称说有100年和平，差不多100年之后呢，德国威廉2世起来挑战，所以引爆第4次世界大战。20多年打下去之后呢，成全20多年，德国再度崛起，希特勒起来又挑战这个国际秩序，然后就打败。打败之后呢，基本上大家觉得好像过了几年好日子，就没想到没过多少年，苏联开始起来了。苏联开始起来要挑战这个秩序，而且苏联的挑战跟过去挑战不太一样。过去挑战就是我只是不喜欢这套国际秩序，但是呢，我的生活方式跟我的价值观跟你们还是差不多的，所以没有很大差别，还是基本生活，还是基本上大家可以接受的。所以坦白说，如果被威廉2世打败的话，威廉2世打赢了，可能国际上没有太大变化，也是这个样子，大家也还过得下去。但是被希特勒打败的话，那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被苏联打败，那就不一样了。好，那么美国花了46、7年时间把苏联扳倒了，扳倒之后，刚刚觉得可以过太平日子，然后有人说历史终结了，突然发现说，怎么中共崛起了？然后现在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我们不知不觉情况下，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情况下帮助它崛起。比如说进 WTO， 对，帮助中共进 WTO 呢，就是帮助中共崛起。所以现在呢，面临一个你刚刚讲说修斯底德斯陷阱、大国争霸一个情境。那么这是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看法，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共产党的角度，共产党不是这样看的，历史命定。对，共产党从1847年马克思写完《共产党宣言》，到1848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呢，他讲得非常清楚。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或者我们叫魔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我们对于现存的这个欧洲的秩序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满意，我们要打倒一切，推翻一切。那是阶级革命。我们不只是阶级革命，我要把整个这个社会跟社会制度跟它底下的这个经济方式全部改掉，所以它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挑战。用他们的话说，真的叫做革命。用我们今天标准来说，也叫革命。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看是美中大国争霸。从共产党人角度来看，不是。
这是历史决定的。我们共产主义之后就要埋葬你们资本主义，埋葬你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所以你把它叫做大国争霸也可以，叫做共产与民主的争霸也可以。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大国争霸可能跑不了了啊，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呢，大国争霸大概有2个问题，我们得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到底怎么去争霸法，怎么去改变这秩序？我们看见就是大概有一个比较突出案例，就是刚刚不是讲苏联争霸吗？对，苏联争霸呢，我们大家都以为最后爆发核子大战，因为我们年轻时候正想说，糟了，我不知道几岁时候会碰到核子大战，我们要不要为天做准备？哎，1991年苏联崩溃了，没有爆发核子战争，我们恍如隔世。第2天我回学校去上课，我说没事了，咱们可以上课了，可以正常上课了，大家觉得很高兴。所以那是和平过渡，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但是过去很多次我们刚刚讲都是战争啊，战争，拿破仑时候是战争啊，威廉2世、希特勒都是战争啊。那现在面临中共挑战，我们是战争还是和平？对，这我们现在不知道。可不管怎么刚刚讲的，它都会有一个竞争的过程。是，就我看到一本书叫做《大国的悲剧》，当你到某个程度，你不想争霸也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大国的这个命运。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种大国悲剧的一个开始，美中的争霸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必然，而且这个美中争霸已经影响到每个领域里面去。哦，那当然，那当然。那接下来该怎么去？他都会怎么样去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会有一个长期的争霸过程，不管是这种战争或者是用冷战，它会有一个强烈的对峙关系。对，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状况？那简单说就是，如果说你看这个大国争霸呢，大概不管是甲国对乙国，乙国对甲国，方法都一样，就像照镜子一样。因为国际政治上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互相对敌的时候，我也看你在做什么。当你做的有效的时候，我会照抄。你看我做的有效的时候，你也会照抄。所以双方就像照镜子一样。那么也就是我会 copy 你做事情，你会 copy 我做事情，看谁最后做的比较快比较好。所以一般说起来，大国争霸一个过程呢，那坦白说，苏联那才算是短的40几年，英法啦或什么等等，那个超过100年了，对不对？所以你都说了，所以任何一个大国呢，大概是甲国跟乙国，乙国跟甲国叫互相竞争，大概不外乎2种办法，一种是自固。我们现在叫自强。自强。中国古时候兵法叫自固，就自我强固或自我巩固。自我巩固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发展经济。以前农耕时代就我就鼓励农耕，那工商时代我就鼓励工商发展，所以发展经济。第二，改善财政，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什么等等。第2个，第3个很简单，征兵，练兵。那你光有兵还不够啊，所以你要有武器。以前的武器比较简单。那现在武器就复杂多了，所以现在呢要发展武器，大力建军，这是对内部分，还有一个对外的部分，我建立同盟，建立同盟或强化同盟，所以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所以换句话说呢，一个国家要自强呢，大概有这几种方式，有对内跟对外的方式。那问题你看到对方了，他在做同样的事情，你怎么办呢？你要削弱他，所以叫弱敌，就削弱敌方。第一呢，想办法削弱对方的经济力量，比如说春秋战国时代呢，引诱别人去挖运河，然后搞什么郑国渠，把国力全耗到上面去了。这是第一，这个削弱对方经济力量，或者是削弱对方财政力量，这2个是1、2、2、1的。第3呢，削弱对方的军队，或削弱对方的士气，有生力量。再来呢，就是破坏对方的团结。破坏君臣的团结，破坏文武之间团结，破坏军民之间团结，什么等等，其实有6个角度，今天我们就谈3个就好了。最后是破坏对方的同盟，我不在建同盟，对方也建同盟，我想要破坏对方同盟。对，所以我们这套方式呢，一方面我们可以拿来看美中对抗，其实我们将来可以，我先预先说一下将来我们可以拿着标准看看中共怎么削弱我们。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搞了2000多年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Leadership》，他觉得很多的政治里面 ，leadership 是最重要，他很能决定很多东西。那现在中美大对抗里面，美国的 leader 是川普，可是大家很紧张啊，你是个商人，
然后呢，每天大家会觉得你胡言乱语，然后会觉得说你今天或者是你性之所至，你可能的这个东西前言不对后语，大家会担心说，以美国这样子的一个 leader， 我能够信任他吗？他是有目标有策略，他做的事情是他想清楚的，还是他性之所至嘞？你如果每天看他呢，你会觉得他性之所至，然后你早上看完他说下午看到你觉得他性之所至，因为他会变来变去。但如果说你长期看下，你发现他有一个脉络在那里，他是有脉络的。我先声明一下，因为这个话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我要再说一次，我也不是川粉，也不是川黑，我也不想特别捧他，也不想特别批评他，我只想从国际关系学者角度呢去理解他，也就是要这么说吧，你喜欢川普也好，你不喜欢川普也好，你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情，他是世界第一强国的领袖。对。他是美国总统，他是美国总统，他是 POTUS， 这是你拿他没办法的。然后他有最强的军队，有非常强的经济实力，有非常强的科技等等。他手上还有手底下很聪明的智囊，一堆人在帮他。所以你说美国要犯重大错误，坦白说一般不容易，不容易。我不说不会发生过，但是不容易。所以你刚刚说美国认定中共是最大挑战。美国认定中共是最大挑战，当然从05年开始已经慢慢认识到，可真正认得很清楚，还真是川普第一任期，2017到18的时候，就是差不多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呢，认清楚了。因为奥巴马当时其实已经认清，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回转，就是我现在要把战略转移到了这个西太平洋。对，可他什么都没做。感觉到没有什么做，是川普真的认真在做这件事情。他是看见问题了，但是可能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后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发现说，或者是做的不够，或者说他没有做太多。川普上台第一任开始雷厉风行，干到现在，然后现在对我们来说，天天有惊奇，天天有惊吓，对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的手法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用刚才的指标来看啊。如果说川普也认为我卷在美中争霸当中，我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要自强，自顾要自强。所以第一呢，我要改善财政，改善我的经济，怎么办呢？我征收对等关税，看起来是一个丑陋的一个办法，但是他没办法，他觉得我这个办法最快，最有效，因为我要把生产力弄回来。对，其实关键在生产力，我只有这一套，而且还就是我抽关税后，直接可以拿到很多这个真金白银呢。你们。不管对不对啊，他觉得你们都占我便宜占了这么多年，现在我要捞回来，我要一次捞回来，大家觉得很难受。但是他这样干了，你能跟他说不吗？前2天我看到马来西亚说我要取消关税，我说啊，你敢这样做？过没中他做没过几个小时，他说我又改回来了。所以还有人说啊，我们要跟美国重谈，别开玩笑了，现在各国都想抄台湾了，跟美国的关税协定，你还要重谈？对，你要谈到哪里去？你要抄中共那一份吗？别开玩笑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回到你刚刚讲的，如果川普认为我要自顾的话呢，我要把流失的制造业拿回来，所以我用关税用各种办法把制造业逼回来，同时呢，我邀请外国的投资，所以你们投3500亿，你投5000亿，你投多少多少？对台湾就你要投多少，但我也对你投资。到目前为止，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美国承诺就是你来我这边投资，我也到你这边投资的国家啊，这是唯一的一个，大家别忘记哦。而且你知道，就因为就这个关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是它的战略核心了，这个地位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不只是战略核心，我的说法就是，我们用现在最尖端的科技，也就是高阶晶片，跟美国达成了或组成了战略同盟。这样讲更准确，对不对？所以一旦到这地位的时候，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很多人还这么讲啊，美国会放弃台湾，美国要把台湾推去打仗。你要么就是不懂，要么就是有意乱讲啊。我们将来慢慢的说这个，我们先回到这个题目来。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要发展经济啊什么，自顾。今天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呢，你要强大起来呢，你没有晶片是不行的，你没有半导体是不行的。台湾反正是阴错阳差吧，或者我们自己努力吧，我们打造了上下游俱全的非常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体系，这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而且大家要 copy 呢，可能不是3-5年功夫给弄出来的。所以台湾上下游完整不说，台湾垄断了全世界最高阶晶片的90%以上，这全世界都知道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美国说那我没有台湾是不行的，但是呢，
我要把台湾那边拿一部分过来，因为不拿过来呢，我不安心，全部在那儿呢，我很危险。哪一天他有个什么冬瓜豆腐，那我就惨了。所以不行，我要拿点过来。很多人说啊，你看美国要把晶片掏空，掏不空的啦，掏不空的啦。就算卢特尼克讲的那么难听，说我40%到50%拿到美国去，第一，你花多少时间拿过去？对。第二，不好意思，我讲难听一点，我白送给你，你接不接得下来？你接不下来的，是不是啊？你没有这个人，你没有这个人，你没这能力，没有这硬体，没有东西。第三，你美国对台湾的高阶晶片依赖度到多少？90%多少？90%。你先拿了50%，你还差多少？40%。这40%从哪里来？台湾嘛。你要不要保护台湾？你还是要保护台湾，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逻辑得想清楚。好，那么他觉得说这样不够，这样有危险，所以我要自己弄点什么东西出来，所以还想鼓励马斯克去那种东西，鼓励黄仁勋那种东西，鼓励苏志峰那种东西，鼓励奥特曼谁出那种东西，好像都弄种东西出来。那台积电也过来吧，可以啊，过来啊，没问题。掏得空吗？掏不空的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说什么？我说就是，川普要自顾呢，他不能没有台湾晶片的帮忙。对。那台湾变得非常重要了，就是他国力的一部分，完全是他国力的一部分，这点就没办法的。所以他要练兵征兵之外呢，开始建军。那怎么建军呢？我们刚不是说他的制造业落后很多了吗？所以他现在开始找寻盟国，他找友善国家来共同重新打造军队。所以跟这个日本呢去造新的飞机，跟韩国造新的军舰。然后有个小故事，你一定知道。韩国造舰能力很强，对，美国已经衰落了，所以韩国派了一批这个焊工呢到美国去，然后重新教美国怎么去焊工这个工作。第一天，美国工人受伤了，所以没有办法，真是窝囊到家。但你就知道说这个有多重要。好，所以他跟日本做这个事情，跟韩国做这个事情，他跟台湾做什么？当时还没宣布，我已经猜到了，一定跟台湾合作无人机跟无人舰。是不是这样？现在这样，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呢是他现在要重建他的基础工业跟军工工业所必须合作的对象，跟必须走的方向。那最后就是他建立同盟。其实他现在没有建新的同盟，他只是强化原有同盟。第一个就是美日同盟，第二就是美韩同盟。当然，他现在对李在明有点意见，这个对我们看将来怎么收拾。第三呢，在拜登时代打造了澳英美同盟，然后他现在强化它。然后他现在去强化的是美非同盟，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跟越南重建同盟？因为他需要金兰湾，他需要南海。对，会不会跟越南重建同盟？这我们不知道，这我们可以观察。然后这样之外呢，他把北约拉进来了，虽然现在两个有点不太愉快，但把北约拉进来了。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讲一下，北约这几年每一年针对台海呢讲的话越讲越重，而且船越来越多，对，船越来越多。那时候不是讲了吗？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看看，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2000多年来，这个意大利也什么时候关心过台湾海峡？没有，这次派了这个航空母舰舰队过来了，这2000多年来第一次。好，然后欧盟很多国家派船过来了，还有2个呢，又是同盟又不是同盟的，一个叫四方个会谈，一个叫五眼联盟。所以换句话说。美国真的觉得中共威胁很大，所以把能找来家伙统统找来了。至于说能起多大作用，能帮到多少忙还不知道，但有总比没有好。好，那您刚刚提到说大国在这个竞争的时候，第一个要自顾，我要自强。您刚刚提到就是，我开始增加这个我的国家的竞争力，增加我的这个经济的能力，增加我的军队，增加我的同盟。那我如果要，但另外就是我要削弱中国啊，对，我要削弱中国的实力啊。那现在削弱中国实力的这个部分，美国怎么做了？这我们这1年多来看到关税战，可是上一次关税战已经开始了，对不对？2018年、19年关税战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我跟几个朋友来往比较密切，我们就看了半天。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说，川普一直在讲说要平衡关税，然后我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税呢，逆差太大了，跟香港加起来呢5、6千亿，这还受得了吗？所以一定要想要搬回来。所以当时我们对川普有点低估他。我们认为说他就是想平衡贸易逆差，只有这样子我们以为就是这样，结果他打的第一个关税对象的是墨西哥，因为我们说你
不是觉得说中共威胁最大吗？怎么先打墨西哥呢？墨西哥不是你小老弟吗？怎么打他干什么呢？而且你有北美关税联盟。哎，对啊，后来我们想通了，我要练练兵。哦，这是练兵，找一个好欺负的家伙欺负看看，然后看会怎么样。哦，看懂了之后才打中共。然后开始打中共的时候，我们说中共不会轻易就范。然后当时我们也讲啊，这个我们真的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很快说一下过程。所以后来我们讲，我说第一呢，中共不会轻易认输，中共一定会假装认真打，打到最后呢，逼签一个协议出来，但是呢，我不会落实。后来真的就这样，哦，真的就这样。该买什么我要做什么，就我都不做。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我还是不做，然后最后这样。所以最后我们统计出来，上一次的贸易协定，美中贸易协定签出来之后，中共落实率是多少？58%。啊，58%，几乎一半。一半多一点点，对，一半多一点，比原来的还少一点点，因为原来他跟美国买了差不多到3000多亿，到最后这次买那次买还才2000多亿，比原来还少一点点。所以换句话说，美国看准了，哦，你是这样玩的，所以这次呢我要不一样。那这次我们打关税要打重一点，我不但直接打你打得很重，现在不是40%几吗？居然还有台湾人说，那我们要重谈。我说你要谈到40几吗？你现在10%几你不高兴啊？你要谈到40几你不过瘾啊？皮痒啊，是不是？好，那么所以打对等关税，那光打你也不行，因为美国想通了，因为我不是说了吗？上次川普选输是好事情，他继续连任反而不好。他不是选输一次吗？下去4年吗？那为什么这比较好呢？第一，他生气4年，天天在家想说谁谁谁对我不起，保洁骂我2次，然后谁谁谁骂我1次，每一次我都记下来，每天都记。然后这名单里面都有中国。将来我一定要来报仇，对不对？第二就是上次我中共是怎么打我的，我下次怎么对付他，我有一个写出来。他会好好反省。他想了4年，真的这样。所以回来，你记得他回白宫第一天，他签了多少个行政命令？对，签了多少个？我100多个。第一天，你不要说别的，你有没有一天签字签100多次？当然没有，没有，我签过，那个后来手是发麻的，他是练过的。所以他想说，我已经想清楚了，我签100多个行政命令，干什么呢？我把我要做的事情很快推出来。所以后来我们想说，他一定有后招。4月多推出了这个对等关税，我把那清单看完，我说哦，是这样子玩的。所以中共打得很重，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晓得了。再打谁呢？打加拿大跟墨西哥打得很重，然后打东南亚各国打得很重。我们把那名单看看，为什么呢？打洗产地，打洗产地。中共借着地方来洗产地，然后贴标签，然后直接就卖进去，赚了很多钱，被美国看懂了。我不但直接卡中共，我连你洗产地的我通通卡。就卡中共没有用，我卡你洗产地的地方。卡洗产地才能彻底削弱你的经济实力，因为作为一个大国来说，中共对于出口的依赖是非常重的，而且中共不但对出口依赖的比例很高，它在这个依赖当中对美国的依赖特别高。我讲一个数字啊，给你听就知道了。在2018年的时候，它每赚100块钱，有91.8块从美国赚来。这么高？2018年，现在它不断的削减对美国的依赖度，大概每赚100块钱，大概还有60几块到70块从美国那边赚来。你觉得他对美国依赖高不高？当然高，对不对？这样讲很清楚了。可他现在不是美国已经降低他的这个所谓的进口，还有这么高？还有这么高？透过各地区还有这么高，也就是洗产地你再怎么打呢，还打不干净。这2天不是抓了那个哪边的高管吗？对，那个哪一家？美超微，美超微的高管，然后说要这样子去把一些高阶的什么晶片、什么东西晶片或什么卖过去了。那个多大的数字？数十亿美元，对，25亿美金，对不对？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说那个漏洞很多，你很难抓。但是呢，我这样打完之后，至少大宗的没有了，这样就大幅削弱你经济实力。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没太注意，他把一些中国大陆企业呢赶出华尔街，你不能再捞钱了，对不对？好，还有什么呢？中共不是倾销吗？用各种办法倾销多国吗？我跟欧洲讲，跟加拿大讲什么？你们大家都打倾销哈，你们不打倾销我就打你啊！好，大家开始打倾销，现在开始动手打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最后的效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现在开始削弱中共的经济跟财政实力，这个效果已经开始发生，已经开始是看到的。好，那您刚才提到说，中国在你讲美国也要自顾，那我就要打你，打你到这个你刚刚讲那个是个镜子，那是一个相对的。相对来讲，我要提升我的财政，我要提升我的军力。同样的，我也要压制中国的财政，我也要压制中国的军力。特别是中国在进入 WTO 之后，它真是赚全世界的钱，它变成全世界的工厂，它真的变得非常有钱。那有钱了以后呢，它就打造了一个全世界非常强的军队。它也号称说，现在全世界下饺子最多的就是中国，它现在的火箭军发展最多的，但是核子武器增加最多的也是中国。对，那我怎么办法？我把你财政，的军事。不怎么去压制，他这部分已经开始在做了吗？也就是说，我如果削弱你的财政能力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么多钱去打造军队，对，去建海军，那也没这么多钱呢去帮助其他国家来骚扰我，所以削弱中国大陆的外贸能力，就削弱中国大陆的经济，削弱中国大陆经济呢，就削弱它的财政，这是一步步这样来的。也就是说，他那4年的生气不是白生的了，还是这么简单。他每天在家里，他每天在家里生气。你知道我猜他如果有写日记习惯，那4年他是写的最多的。他有很多事情可以生气，可以去写。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引诱军备竞赛。引诱军备竞赛，就雷根干的事情，就是当年雷根干的事情。雷根那时候没有 PowerPoint， 你还记得？他在白宫是用挂图的方式去弄。我们都说呢，雷根那一次是应该得那个奥斯卡奖。他在这个好莱坞的时候呢，他自己说我演的是小角色，所以没得奖。那一次他在讲那个叫做星际大战的时候，星战计划，他真的应该得奖。他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很诚恳的，一张张跟你讲这样讲，然后拿那个教鞭指着我们这样子，他如果这样飞过来，我们这样打下去；这样飞我们这样打，这样飞我们打下去。我们用什么打呢？用雷射光打。他讲是哪一年？1982年。现在是哪一年？2026年。44年过去，请问美国有没有这么厉害的雷射武器？到现在没有，没有。但他就是唬着苏联一愣一愣，觉得你有这个东西，对，所以我开始跟你军备竞赛。所以他那是演技是第一流的。美国信不信我不知道，苏联相信了，相信之后就开始进行军备竞赛。所以今天美国跟中共搞的呢，也是军备竞赛，这都是公开秘密了。军备竞赛另外一层就是这个 AI 竞赛，跟这个高阶晶片竞赛，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谁晓得做不做得出来？不知道，反正大家丢钱下去。对，我觉得我经济实力比你雄厚，丢了之后可能你先死。对，他是赌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财政的部分。所以一旦这个搞了军备竞赛部分，削弱财政之后呢，也会削弱他的军事实力。所以层层来看。那么我美国除了这样做之外呢，可能消耗你消耗的不够快，我要消耗再快一点的，那怎么办呢？我来军演，我来军演。一方面就是我真的也练练我的军队，二方面就是我在里面整天到晚秀肌肉、秀大象漫步什么等等，你也得出来，你一出来就耗油啊，耗钱了等等。所以当然我们很生气说中共飞机天天来，当时我想想来也不错了，耗你的油，耗你的钱，然后。你飞机回去也要维修，对，所以回去要搞，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我要从内部削弱你的军队，怎么削弱你呢？我削弱你的士气，我把你的核子武器呢，跟整个核子计划我公布出来。前几年，他空军大学那个研究所不是公布了一个200多页书吗？太空军的，把太空军的各种什么都弄出来。你在这地方有基地，那边有什么等等，我全部弄出来。然后每一层的指挥官呢叫什么名字，然后什么我都弄出来。还有什么呢？你的这个核弹头储存这边我给你弄出来。还有什么呢？你的伙房在哪里？我帮你弄出来。伙房都有。你的送餐的路线我都帮你弄出来。那等于说我有个人在那边盯着。你觉得中共看完之后会怎么样？我当然会吓死了。那我们当时说的，第一，习近平怀疑有人泄密，对，有人泄密，好，我得清理一下。所以后来火箭军全国端，对，到现在为止，4任火箭军的司令员，然后2到3任的政委全部滚蛋。那么火箭军变成被打击最重的一个军种。那时候我讲，我说打完之后，中国一定要发射飞弹。为什么？我证明我飞弹还能用，对，我证明火箭军还能用，果然发射飞弹。所以在裴洛西来的时候，对，所以这次搞了几次，好，那是第一个。
最近又把核武又谈出来了，你核弹头摆哪里？这次我们知道一个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中共的核子武器是分几条，它叫什么呢？叫分门别类的放，也就是它弹头跟火箭弹头放在这里，载体放这里，然后燃料放这里，然后什么放这里，好，这样。那很简单，我只要打掉一个就行了。是，我只要打掉一个。而且你要整合都要花很多时间。对，而且我们这次看美国炸伊朗炸了2次之后，发现一件事情：美国打到地底下的那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它钻地可以打到60到100公尺。对，即便你是强固掩体，我都能打下去，这很可怕。你觉得中共的现在这些核武器，它的这个掩体大概到什么地步？它至少不会比伊朗更强吧？就算你差不多的话，我打得到你。对啊，除非你再往下再挖几层，再挖下去就到18层地狱了。这个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子。好，这第2块，第3块，前2年在这个拜登最后几个月的时候，苏利文跑到大陆去了，然后指名见张又侠。当时我们非常惊讶，我们说你怎么会这样干呢？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时我们想说张又侠会不会出来？出来了，然后红光满面，哇，这个满脸堆笑接见苏利文，然后指手画脚讲说好像，我们说张又侠讲话很怪，怪在哪里呢？他像总书记，他讲话像总书记，满面红光，然后这个脸色红润，精神抖擞，然后指天画地这样讲，然后苏利文很客气旁边听，我们是在干什么呀？如果说所以很多人就说张又侠要夺权啦什么等等，我们说另外可能就是会不会招忌，那最后现在张又侠被整掉了，所以现在回头看看，这有点印证了我们当时另外一个很遥远的猜测，我们说美国是在玩反间计，你叫朱立伦去当反间。这个在读《三国演义》读多，你就晓得有这种事儿嘛。蒋干不就中了反间计吗？所以张又侠的最大的罪名就是违反军委会主席制。对。可是当时我们讲说，张又侠，你如果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你应该不要这样做的。你应该这个请示这个习近平说，他要见我，这个事情不太对，老大，要不这样，你见他，我陪着看就好了嘛，我不要自己见了，这个现在不好啦，对不对？话说回来。张又侠如果那时候太有把握的话，他就继续去见，所以见完就说是下葬。不过不管怎么说，就算他不是有意要弄反间计，至少张又侠被处理掉了。对，好，这是第3块。第4块就是我破坏你内部团结啊。我们不是讲说要破坏君臣的关系，破坏军民关系，破坏文武关系，那用什么办法呢？我来招降。CIA 最近不是发布了几部华语影片吗？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络，有暗网什么等等。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上网去看这个人数呢，有千万人，然后中高层比例特别高，因为他们翻墙容易，别人翻墙不容易，一般人看不到，这人看到了。现在问题是，然后天津的超算中心的资料就露出来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有多少人真的去报名了？这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总而言之，就是如果 viewer 数这么高的话，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你觉得中共现在内部的团结跟士气是被破坏了？当然。话这样说啊，就算没有被破坏的话，你觉得老大会不会疑心？当然会疑心。老大会疑心。从中国2000多年这个2、3千年的历史上面做到最高位的时候呢，他都很担心。我担心我老婆，我担心我儿子，我担心我弟弟，我担心我底下这属下，我看每一个人都觉得目露凶光。你觉得他会不会？会，他可能会。那所以很妙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的情报部就弄了一个讯息，叫2027年，本来是说那是一个戴维斯窗口，2027年会犯台，他说没有了，现在不用担心了，中国2027年不会犯台，就代表我已经把你中国搞得一锅粥，弄得乱七八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犯台了。对，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以美国现在看起来，大概中共现在想打台湾这个概率是大幅下降。其实我以前一直讲，我说。中共除非不理性，他如果仔细理性计算的话，他晓得打台湾的风险非常高，因为美国跟日本呢会直接插手。其实1、2年前我还跟日本一些比较高阶官员在谈这件事情，
我说，如果你有一天看见中共有一枚飞弹直接打向台湾，那并不是台海战争。他怎么会？我说，如果第一颗飞弹打向冲绳，那可能是台海战争。他当时很不能接受，我就想要捡回来，想说你讲有点道理。我说对，我们就看第一个飞弹打哪里。如果是打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或美日军的基地，那就会是台海战争，把驰援的部队先打掉。对对对。那如果说打台湾的话，那恐怕还不是真的台海战争。好，那教授你刚刚提到说，我在两大国争议里面一定会组成同盟。对，就一定会有同盟关系，美国有同盟关系，中国有同盟关系。而中国的同盟关系当然讲就是俄罗斯、有伊朗、有北韩。那现在他怎么去做？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你现在做了很多动作，委内瑞拉或者很多动作，其实都在破坏这个同盟关系嘛。那当然，我们不是讲剪群编吗？剪群编。你一定记得这句话嘛，叫邪恶轴心嘛，邪恶轴心，对不对？中共啦，俄罗斯啦，北韩啦，然后这个伊朗啦，委内瑞拉啦。这里面现在被处理了几个？就委内瑞拉处理2个了嘛，2个处理，对不对？2个了嘛。还有不在名单上的家伙也被弄掉了，对不对？我们慢慢讲，古巴嘛，古巴没对，古巴。好，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民主国家或从好人角度来看，真的有这么个邪恶轴心在这里。然后这些邪恶轴心呢，他们或明或暗的互相帮忙、互相声援，甚至呢互相在战略上支援，跟在军事上支援。那我最后，如果我美国认定我最好跟中共去这个大国争霸的话，或者我要这个对抗共产主义的话，我是直接跟他打呢，还是我慢慢削弱他？当然削弱旁边，对吗？对，因为我没有把握我能一次把它打掉，所以我慢慢削弱它，这叫剪群编。那么这样就能够解释今年1月初的他去抓马杜罗，就抓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所以打了马杜罗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呢，在拉丁美洲这个地方呢，就很难走下去，因为我们晓得委内瑞拉长年以来是中共推动“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的一个桥头堡，还这么重要？是，就这么重要。它有几个特色，第一呢，它石油非常丰富，大家都知道，它是全世界石油储量最高的，所以中共跟它呢有非常密切的石油的往来。中共需要的石油大概5%从委内瑞拉买来，15%从伊朗拿来，这2个都没有的话，它损失20%，啊，这个损失1/5，这很严重的。第二就是我在中国的委内瑞拉呢有很大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我投资你的铁路啦，投资你的公路啊，投资港口啦，投资发电厂啦，投资这个石油设施。那现在被美国端了之后呢，我到底拿回多少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呆账，那甚至是赔钱的。这第2个，第3就是这个我跟委内瑞拉去买卖石油的时候呢，用的不是美元，人民币，用人民币，所以原来是让我人民币出海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海口，现在呢被美国减了，所以光是委内瑞拉呢，你就晓得说，哎，这一块就少了很多。另外就是，这次美国进去抓马杜罗的时候，大家就问一件事情：你委内瑞拉不是跟俄国、跟中共买了一大堆尖端的这些雷达、防空武器、跟战机、跟这个那个吗？对。为什么没派上用处呢？而且连隐形战机都可以看到。因为是美国啪一下就进来了，啪一下就出去了，你连看都没看见啊！不，对不起，雷达没看见，眼睛看见了，就听说眼睛开枪了。没用，看见了，然后开枪了，打了直升机，但是直升机中弹，但是没事，所以眼睛看见直升机，但是雷达没看见，所以我觉得中共俄罗斯会吓坏了。我不知道我卖给委内瑞拉这装备有多好，但晓得不管用。如果我卖给委内瑞拉装备是我现在国内的第一线装备的话，那表示美国进我这边我也看不见了。所以我觉得插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现在有4个军工的高官，对，负责导弹的，负责这个歼20的，负责防空的，负责雷达的，4个人全部干掉。4个人干掉就根本就是因为在委内瑞拉、在伊朗，你就用的都是我的东西，是你们4个吹牛说它很好用，可以保证我的这个安全，结果你们4个人的状况都出来了。现在不只是4个人，因为在伊朗也有类似情况啊，所以是不是都是你们干的？你如果是习近平，你也会这样怀疑的嘛？毫无疑问嘛。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军工是贪腐非常严重的地方，因为那数字太大了，然后很多地方很难查核。其实
这个你委内瑞拉这种地方呢，贪污不用讲了，中国大陆盯得这么严的都出这种事情，你可想而知。所以这个委内瑞拉还有一点呢，这样被端掉之后呢，因为中共在委内瑞拉建了很多的监视站，它监视什么？它可以监视这个卫星动向。也就是在拉丁美洲、在西半球的这些卫星动向呢，我这边有站可以看的。所以你美国这边动向、欧洲这边动向呢，我中共从这边可以看到。而且特别看着加勒比海，这是第一个，这很厉害。第二呢，我有军方人员派驻在这里，我在那是就在当地情报收集。第三，委内瑞拉呢是长年以来跟古巴合作，反对美国的一个反美阵线的2大主力。现在一下被剪掉了，对，所以你觉得它损伤重不重？非常重，对不对？还没完。原来中共有设想，你如果在台海搞我，你美国在台海搞我，你在南海搞我，那我怎么办呢？我一方面在这边抵抗，二方面呢，我也搞你。就中国有句话，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所以你在南海搞我，在台湾搞我，那我在古巴搞你，我在委内瑞拉搞你，可不可以？可以。这叫做战略换位思考，其实是不错的想法。现在美国看到的，把你剪掉，是不是完全剪光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还要看古巴的动向。但至少走到这一步呢，中共能用的棋子少了很多，所以剪裙边应该说快剪到肉了，快剪到肉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我等于说把你周边慢慢清了，你就主要是那个。是。好，那可是现在他也攻伊朗，当然攻伊朗跟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可是攻伊朗，你现在看到它陷入一个困境。可是我们讲，伊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而且伊朗刚刚讲，它也是一个军备，它也是一个科技相对比较好的地方。那你在打伊朗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吗？你的伊朗为什么要就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嘞？我们上回不是谈伊朗谈得蛮仔细的吗？我们把一些重点再重述一下。第一，它的地理位置重要。往北走呢，就是北亚，然后走到这个乔治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后是俄罗斯，然后这边是里海，这边是黑海。往这边走呢，就到土耳其，然后就进到欧洲去了。往南走呢，往右下角走呢，进到巴基斯坦，然后进到南亚次大陆。往东边走呢，就进到哈萨克、吉尔吉斯等等，就接到新疆。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符咒之地，战略上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地方啊，坦白说，抓在谁的手上对谁就有利。1979年以前抓在美国手上，1979年科梅尼革命之后就抓在俄罗斯手上。所以美国跟伊朗呢有40几年的仇恨，对，在这边摔过飞机啦，然后这个使馆被抓啦，然后这个人质被俘虏444天了，搞那个总统下台了，这些都是我美国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呢，我要把它搬回来。然后这第一个就是我跟你之间有旧账要算。第二就是你的战略地位的确重要。然后大家说他拿石油拿石油，太小看他了。太小看他，我常常讲说，我们台湾人呢要有比较大的眼光。我们当然要从台湾看世界，但是不能只从台湾看世界，要学会用大国视角去看世界。也就是美国怎么看这件事情，中共怎么看这件事情，俄罗斯怎么看这件事情，看懂大国在这地方角力之后，我们才能判断说我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然后我能干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你得这样看问题，我才不会一厢情愿，才不会一厢情愿。现在台湾很多朋友觉得一厢情愿，这就我觉得最生气的地方。好了，所以第一呢，伊朗的战略地位重要。第二呢，我要产石油，我的石油呢，供应俄罗斯啦，供应中共啦，供应古巴啦，供应这地方啦，怎么等等。我所以强化了邪恶轴心，然后给美国制造困难。同时我伊朗呢，因为我钱多，那再怎么样我钱还是比较多，所以呢，我在这边对抗以色列。我除了对抗以色列之外呢，我还可以制造地方的困难，我帮助真主党。我帮助哈马斯，我帮助胡提组织，我帮助伊拉克跟叙利亚里面的这些什叶派的民兵，所以我至少有5个棋子在外面玩，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我是一个区域乱源。所以川普也有讲，你不把这个乱源端掉，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地方安定。对，所以我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其实在对外战争里面最痛的一个战争就是越南战争，那个对越南非常的痛，对美国非常的痛苦。对。那现在呢？伊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只要敢有一个靴子踏到伊朗的土地，我就要让你跟越南一样。也就是说，你只要敢动用地面部队，你就深陷其中，你就离不开。有这么严重吗？
我都不见得。哦，我认为就是看你决定要出多少兵，要打到什么地步。因为当初越战之打是那样的，就是因为美国呢，他没有真的想赢。我们当初有那个军事代表团派到越南去，我们跟美国讲得很清楚，当初我们在大陆上剿共的时候呢，打赢过也打输过。我们在哪边打赢过呢？我们打江西时候打赢过。我们打江西出去怎么打赢的呢？我们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堡垒战，用碉堡战术，用堡垒战术，梅花般的向前推进，逐步推进。然后我们当时建议说，在越南呢，南北越之间呢，我们画一个20公里的一个这区，北边10公里，南边10公里，我用炮火全部打平，把生力全部砍掉。换句话说，你根本没有掩蔽的，没有办法穿过来，这第一个。然后呢，这边用地雷用重兵守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每一个省呢，南越的每一个省呢，你要对内打，不许对外打。就是里面的共产党，你往里打，不许往外打啊，这第二个。第三呢，轰炸胡志明小径。我们的这个团呢讲得很清楚，美军说不用，谢谢你们的建议，谢谢你们建议 ，We'll be home by Christmas。我们在圣诞节以前就会就打赢了，就要打到多久？打了5-6年，从1965年打到70年代，然后最后呢，在尼克森情况下呢，才灰头土脸离开。所以今天就是你要不要汲取当年的教训？你是要怎么打？你是不是能够下定决心很快就打赢？当时北约自己的内部承认，美军再炸3个月，我们必须投降。你就那3个月撑不下去。今天就是你在伊朗你要打到什么地步？其实你仔细看伊朗当然有它强的地方。但这么强国家，它有它的弱点，你是不是能够打到弱点？譬如说哈格岛或哈尔格岛，它就是一个弱点。然后旁边有几个岛，它有一些这些防空兵力，以美军力量完全可以打这些地方。所以你说它现在你不用全面进攻伊朗。所以你说至少这个荷姆斯海峡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控制的，是只要它能够控制荷姆斯海峡，它就等于说在这个战争里面取得一个优势地位。对，那当然现在就是说。我上次不是讲了吗？美国跟以色列呢，在伊朗呢有上中下3策。上策就把神权政权打掉，中策就是消灭你的核武力量跟这个飞弹跟无人机的力量，下策就是只把核武力量拿掉，或者一点点飞弹能拿掉，这是下策。美国认为大概中策以上的他可接受，但对以色列来说呢，最好是到上策。现在我猜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商量，我们是不是必须走到上策？我猜美国现在慢慢会想走到上策，也必须打掉神权政权，整个断掉。那怎么打呢？以色列影响很清楚了。这个他总理纳坦雅胡出来讲，他说我们要给伊朗人民起义呢创造条件，我要把这个IRGC 就把革命卫队的总部打掉，把一些力量打掉，把80斤民兵那些地方力量打掉。当把这力量打掉之后，老百姓不怕镇压的时候，他就起来革命了。这个对美国跟以色列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们在往这边走。可是现在情况是乐观吗？特别最近一个F-35又被打下来，看起来他的飞弹部队还是持续的。是，但是你如果看他，因为美国也发布了。伊朗这个开战这18、19天以来，它发射飞弹跟无人机的数量的变化，这几天你看到有上升，表示说它有一定的实力在。问题是它还有多大的实力，还能撑多久？只是这样，也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要靠什么呢？靠很准确的地面情报。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能猜得到的了。他到底掌握什么情报？不过在这个荷姆斯海峡过程里面呢，就川普就蛮生气的，他说：“我的石油从这边只才2%、3%，你日本这么多，中国这么多，韩国这么多，甚至这个荷姆斯海峡对英国非常重要，对北约非常重要，结果你们都不出兵，要我来负责他所有的安全，他就觉得非常荒谬。然后他最近呢又对北约抱怨越来越多，那越来越多的状况下，当然讲说，甚至他的幕僚有一个讲说，我们有可能北约，你说撤兵退出不可能，可是他会不会慢慢淡出整个北约，闹得北约的这个所谓的北约的吕特吧，他紧张的非常明显。他说：“你不要忘了，北约没有美国的保护，我们是活不下去的。”他也看准了。那川普在交易的艺术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觉得极限施压。我的极限施压，我不但施压敌人，我也施压盟友啊。因为
美国跟北约的北约的欧洲盟友关系呢，将来我们会另外专门谈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但今天不能说了。美国跟北约是同盟，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怎么选择同盟？比如说宝杰兄，你怎么选朋友？你有什么标准？我不说女朋友，我说一般朋友，利益要一致吧？利益，那想法一致，想法一致，那做法不要矛盾。简单说价值观，对不对？最根本是价值观。咱们俩价值观是不是很接近呢？然后这个我们对一些问题、重要问题看法是不是相同啊？然后就算是看法不相同，我们是彼此可以容忍啊，是吧？就这几个标准过了之后呢，那行。但是国家跟国家之间选择同盟，最后有一个标准，关键时刻你来不来帮忙，对不对？选朋友不一定要到那一步，因为你不一定会碰到这种威胁，但是国家会碰到这种威胁，所以同盟最后标准就是关键时候要你的是你来不来，你不来的话那我就翻脸，所以我帮你帮了这么久了，现在我要你是你不来帮忙，那我当时想说，我说不会吧，欧洲国家真的这样讲话？他会讲多久？现在不是说了吗？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跟日本都说我们来帮忙吗？所以有人建议说台湾要先讲说我们来帮忙。你说他没有用，我说讲了，反正他不会用，反正不会用台湾，他不会用台湾，但我讲，至少他会高兴啊。你现在让他高兴很重要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的战略，这是台湾战略。我很多时候讲，我说台湾其实口惠而实不至，完全得到了好处的，我们就不太敢做。为什么？儒家书读多了。儒家书读多了，我们这边写的是温良恭俭让，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在处理国家事情的时候要写国家利益，不是写的温良恭俭让。所以现在川普讲说，那妙姐讲要先搞清楚大国利益，大国这个利益里面绝对不会让台湾进去，所以不会让台湾进去。我如果看准这一点，我这边喊说，我来帮忙，没有人会叫你去的，也没人敢叫你去的。对，所以就是你的那个看清楚局势的重要性。当然就是你要考虑一点，就是我真的讲的，川普说可以，你人不要来，你钱来。我猜我们有人会怕这件事情，不过也没关系啊。我说我钱来可以，当然那我对美国投资要扣掉。你不是这样算的，我也可以这样算的，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算，我不可以这样算呢？这叫国家利益。你在川普面前能据理力争的时候，他会尊敬你的。这个人是觉得说这家伙有料的话，我佩服他的。我那时候他不是几年前跟金正恩吵过一次吗？双方吵得很凶的时候，他说我有很多朋友讲说，他们要打起来，我说不是，我说那要干什么？我说他们想谈判。他怎么会呢？天天想打，那金正恩想打川普，川普想打金正恩。我说不会的啦，双方都有核子武器，不会打了。双方是看说我可不可以吓倒你，吓不倒你，那咱们来谈判。那最后谈判了。谈判的时候去了，以为谈成了，川普他先走了，金正恩吓坏了，说还有这种事情，我们也没看过。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判断，我说川普这个人呢，手段很辣，然后他看事情看得很准，然后呢手段很强硬，所以这个家伙如果当总统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得罪他，你有的时候呢稍微忍让一点点，配合他一下呢，让他高兴一下呢，你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台湾还没有完全学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一开始我们就讲说，现在整个全世界的主旋律，那当然就是中美的一个大对抗。那中美大对抗，刚刚讲到，你今天不管对委内瑞拉，你不管对伊朗或东西，你都觉得他们是捡裙边。所以，我如果再回到2025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很清楚，就是我现在所有的动作，我所有的目的，我如果拉到最后，其实都是剑指中国嘛。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自顾跟弱敌嘛，对不对？你若把川普不要算上一届，就光算这一届，他现在上台到目前为止重新回来就1年多，你把他的经贸政策啦，然后这些财政政策啦，当然他跟那个Fed 的那个主任的关系可能搞得非常僵，但是至少就是他有他一套逻辑在那里。他的财政政策也好啦，然后他的军事政策或者说他的晶片政策什么等等呢，不管是对内对外呢，他的目标都非常清楚。我要强大起来，我要削弱中共。所以刚才讲的都是内外的情势，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讲的，或许下次可以谈一下，就古巴的问题。现在古巴最新消息出来说，我要做大的改变，我不晓得最后是不是真的要落实。然后第一呢，我们现在要政治和解。然后第二呢，政治和解就是我逃出去政治犯什么等等，我全部不过问，欢迎你们回来，我不再追究以前的事情。第二就是我开放土地，
土地可以买卖，可以拥有所有权，那就不是甚至共产党了包括外国在内。第三呢，就是这个财政的什么金融呢，我完全开放。如果真的做到这几点了，慢慢就不是共产党了，对还差一个，还差一点点，是不是有普选？哦，然后许不许这个多党竞争？如果这两个开的话，那就不是共产党了。是。哦，所以他就等于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去这样处理。可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局势，就是说，川习会其实3月31号本来要进行，那呢他就说我的伊朗还没弄完，那所以呢我就不跟你川习会。那大家讲说，你川习会跟伊朗是什么关系？你都跟高市早苗见面了，你跟高市早苗可以在你伊朗的时候见面，为什么你跟习近平的时候一定要在你伊朗搞定了以后你才要见面？难道伊朗的这个事情跟你跟习近平见面两个是一件事吗？倒不是一件事，但是说关联度很高。我跟高市早苗之间为伊朗问题关联度不高嘛？川普逻辑是这样嘛？那伊朗是你小弟，你帮了这么多年，我去年去炸他的时候，你又偷偷去帮他，那现在我又去炸他了，我看你帮不帮他？我现在正在看你在干什么，我在看你在干什么。然后呢，听说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贝森特跟什么跟你的这个何立峰呢，在巴黎谈的好像谈得不是很好，没有最后结果出来。那没有这结果出来，咱们见面没什么用。所以谈出结果来，你给我个满意答复呢，我才来见你。对。否则见完之后呢，这个贸易协定也没签，然后你也没有多买我的这个黄小玉，然后这个我也没有开晶片，然后你的稀土不给我，那我谈来干什么？就是你一开始谈到第一次他们两个谈中国画了一个大饼，结果中国画了一个大饼以后，我根本没有执行，我执行了50%几而已。那他有这个教训，就是说我不能确定你的执行，我不能确定你最后的结果，对，我就不跟你见面了。对，就除非就是至少我要拿到一个关税协定。那你落不落实，我再慢慢追。那如果连关税协定都签不出来的话，那我见你干什么？因为对川普来说，习近平是没有连任压力的，坦白说比较小。对。川普川普没有连任压力，但他有其中选举压力。11月就要选，所以他在7、8月的时候呢，至少要把一些事情弄出个眉目出来。弄不出来的话，他那选举很难搞，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就是执政党，美国执政党在其中选举当中呢，不容易选赢。川普上任经济搞得很好，都没有选赢。所以这次这种情况，他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他宁可不去大陆，因为否则可能丢分会更多。因为会变成说，第一，我拿不到东西就算了，如果习近平再倒打我一耙的话，那我其中选举大败，我是更惨。所以反而不如不见比较好。好，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政治圈里面有一个叫总统学，就每个总统出身甚至每个总统的演讲稿都有人非常仔细的去研究。那我觉得川普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性，他破产过6次，呀，我们在台湾人，你刚才讲温良恭俭让、儒家思想，我只要破产一次我就快疯了。他破产6次，代表他不怕失败，我不怕从头来，我不怕翻桌子，我不怕跟你翻脸。这个个性对于他现在做这个所作所为，就是我今天去研究他，毕竟你是美国总统，我要研究你，我要了解你，我要知道你接下来的作为。那这一次6次破产的经验，对他或我们来看他有什么事要注意？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部武侠小说，是叫什么名我忘记了，里面有个主角叫千拜剑客。千拜剑客，这样听你就懂了，对。他打输了1000次都没死啊，不简单了。至少说人家失败1次被人家杀掉了，他失败1000次之后都没输掉，他从当中淬炼出来，我下次怎么战胜。我觉得川普有点像这个样子。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川普年轻时候读过军校。对不对？他在就差不多初中到高中这段成长时期读过军校。这个时候读军校的人呢，对人格成长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都知道，我们当过兵都晓得说，那几年的经验对我是有帮助的。所以你现在回头看川普的个性，我常常讲说，不要觉得他只是商人，他既是商人又是军人。这是第一点。很少人用这个观点。对，他不是商人，他不只是商人，还是军人。你看他行事作风，有的地方就像这样的。然后他又说我的什么极限施压啦，我要开高价啦，我要画饼啊，然后什么等等啦之类的。其实，在他的这1年多的行事事实上上次4年，这1年多5年多行事作风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简单说就是，他跟传统的美国总统完全不一样。他跟传统的政治人物也很不一样。他会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或者讲的难听点，就是他底线可能比你低，然后他会做出一些你想象不到，比如说，咱们跟经纪人见面之后，我可以先坐而去，对，过去没有这种事情的，他可以这样去，然后居然他前面约到了金正恩，两个人一起手牵手跨过那个38度线，那时候有朋友传的照片给我说。这么难约的客户你都约到了，你还有什么借口？我说这话讲的太有道理了。这两个都很难约，这两个居然彼此约到了，那为什么？也就是你有我要的东西，我不能不要；我有你要的东西，你不能不要。所以咱们如果都不能压服对方的话，那咱们坐下谈。所以从这地方你可以看见，第一他的个性，第二就是他吹嘘了很多东西，但他真的慢慢去落实。有人上过，对他落实的证件最多，对。他在竞选的时候开的支票，在上任之后落实比例是最高的。对，就你讲的就是这句话。所以换句话说，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有实干能力的一个总统。然后他有雄心，他想把自己弄到那 Mount Rushmore 上，我不觉得那是个好主意。对，但是这个人有这种雄心呢，你至少也得认真一下。所以我常讲，我说你可以不喜欢川普，但你不能不了解他，你不能不研究他，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他就说，哎呀，他干的事儿一钱不值，不是的，他干了很多事儿，真的都是掷地有声的事情。伊朗不是说你一个靴子踏上土地吗？对，川普可能3只靴子踏上来，不只是1只靴子，你先等着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哈格道，所以他的事情就是我再说一次，我们得比较认真看待。其实一开始我对川普也会有很多的问号，因为我们过去对领导人的评价、领导人的感觉跟他其实有很大的落差。可是如果你再冷静的去思考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说，如果你要去对付中国，你没有川普，你还真的没有办法去对付他。那刚刚讲的所有的主旋律都跟这个美中的这个争霸是有关，所以如果今天川普他继续，他还有这样的这个 power， 他来去对付中国，然后呢这个局或这个棋会怎么样子走下去？我觉得，如果说你从这么高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第一个就是他对于集权跟对共产主义的痛恨呢是非常明显的了，这非常明显，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他在第一任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联合国演讲了，我已经读出来了。只是我那时候一下有点疏忽，我觉得说，是不是美国总统的陈腔滥调？后来等到副总统彭斯出来演讲之后。我一个朋友提醒我说：“你要回去再看一遍。”我再看一遍，我说：“哎呦，我说你讲的对，我说他的话是很真实的。”彭斯做了第2次演讲，然后这个蓬佩奥做了1次演讲，彭斯做第3次演讲，4次演讲加川普的演讲，5次演讲出来之后非常清楚了，都是自由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对，非常明确了。换句话说，这个要去对抗共产主义的号角已经吹响，大旗已经举起。现在正在一步步落实，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都是剪裙边的动作。当然，他在中共也有实质的动作，这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国际秩序，美国是打造今天这套国际秩序的主力国家，那么这套国际秩序对他有利。然后对很多国家有利，坦白说对中华民国也有利，所以站在我们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该支持跟维护这套国际秩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跟美国呢是同盟的，至少我们是平行作战的，是有平行利益的。那么美国不但有这套这个不但有这套国际秩序，在这底下的价值观呢，跟我们是吻合的，因为我们也相信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我们不相信一党专政，我们不相信独裁，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比较现代的，然后比较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中共那种压迫式的一党专政呢，我们觉得是很落后的东西。而且现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呢，你仔细看呢，最后呢是维护了我们的安全，然后促进了我们的利益。更重要一点就是帮助我们反共，帮助中华民国对抗上百年来最大的敌人。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推开？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我现在看见说我们跟美国之间平行利益。他说你抱美国大腿，我说难道你去抱中共大腿吗？你到底选哪一个呢？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一个世界潮流的问题，第二这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考虑的问题，也就是我到底跟谁走我会比较安全。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的，不是很难回答。那如果讲到今天台湾还有人看不懂的话，那么他们所宣称的那个方向，
或他们所代表那个价值呢，对台湾来说呢，会是有害的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应该认真思考，而且认真推广的一个观点。好，我们常讲一个古话，就是以大事小，要以人；以小事大，要以智。台湾就是一个小国，在这个大国里面，就像明老师刚刚讲到说，你要搞清楚大国的游戏规则，你要搞清楚台湾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哪个东西对我们的利益是有关的，你要有非常的智慧，有眼光，看清楚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们要常常邀请明老师来我们这边，谢谢，告诉我们说，哎，局势到底是什么样子？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国，我们到底要怎么站，怎么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其实对台湾来讲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谢谢明老师，哪里？谢谢，谢谢各位观众。电视看不到的加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